小雅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妈会去找你的麻烦，我再次替我妈向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曾小雅说道，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下不为例，林学长好好的和你妈说清楚。林学长以后也少酒吧喝酒吧，免得你喝醉了。你妈又怪到我头上来找我的麻烦。林医生的脸红的不能再红了，他道过歉后，连连保证再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他也不好再和小雅说下去，仓促地挂断了电话。电话一挂，他立即走出房间。阿健，你醒了，有没有不舒服？饿了吗？马上可以吃饭了，妈今天买了不少菜回来，也是妈下厨的，你没有回诊所。妈让月华过去开门看着，总不能不开门的。头会不会痛？妈给你冲杯蜂蜜水，你喝了舒服点。月华说的。阿健呀，月华多好呀，他去酒吧接你回来，又照顾你，出门前都还交代我给你冲蜂蜜水，说你喝醉后喝杯蜂蜜水会舒服很多。林母看到儿子出来，关心的话一串一串的说出来。林医生看着母亲那关心的样子，满腔的怒火就灭了一半。他知道母亲去找曾小雅的麻烦也是心疼她，心疼她爱而不得，只能借酒消愁，喝得大醉。只是这是他自己的行为，与小雅无关。阿健的脸色很差，不舒服吗？林父发觉儿子的不太对劲，走过来，本能的伸手去摸儿子的额头。爸，我没事，就是头有点痛。林母也摸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，确定没有发烧。听到儿子说头能点痛，他马上就回到厨房里去，找到了何月华送来的土蜂蜜，给儿子冲了一杯蜂蜜水。蜂蜜水冲好了，先喝了，马上就能吃饭。叫你喝酒，喝酒本就伤身伤胃，你还喝那么多，头痛怪得了谁？林母碎碎念。林医生接过了母亲冲好的那杯蜂蜜水，喝了半杯，然后在桌子前坐下，放下了水杯，对父母说道：爸妈，不急着吃饭，你们坐，我有些话想和你们说一说。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林母明显有点心虚，林父就很自然地坐下来。他都不知道老七一大早就去医院找曾小雅的麻烦。他醒来后，妻子不在身边，他以为妻子去了诊所帮忙。后来妻子提着买好的菜回来，他又以为妻子去买菜。阿健，你要说什么？林父慈爱地问道。林医生看着父母的反应，就知道这件事是母亲一个人做出来的。他看着母亲，似是在想了想，才问：妈，你早上去医院找小雅的麻烦了，你指责她，辱骂她。林母一下子就炸了毛，她霍地站起来，怒道：她向你告状了是不是？我指责她两句怎么了？我是她的长辈，长辈的就算是骂她，她也得受着。我骂她也没有骂错。月华说你喝醉了好几次，你哪一次醉酒不是因为姓曾的那个？他就是个狐狸精，勾着你不放，又不肯和你在一起，害得你上班心不在焉的，心情不好要喝酒，我骂他几句都是便宜他了。阿健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比不得月华，你不要再去找他，赶紧和月华结婚，月华才适合你，他关心你，爱着你，照顾你。那个姓曾的不过是仗着家世好而已，他哪一点比得上月华的？现在攀上了高枝，更不将你放在心里，他瞧不起你，叫他搬走，我看到他就讨厌，搬得越远越好，最后你们这辈子都不再相见。林医生听着母亲发飙说的无理的话，脸都黑了。林父都错愕地看着妻子，他说道：老伴，你还真的去找曾医生了呀？人家的家就在这里，咱们阿健反而是外来的，你凭什么去叫人家搬家？林母硬着脖子说道：我就去找他怎么了？本来就是他的错，他不接受我们阿健的追求，干嘛还在阿健面前晃，让阿健天天都能看到他？他家里有钱有势的，搬离了，去其他地方一样能混得风生水起的。咱们阿健不一样，阿健好不容易有今天，一搬走又要重新开始，
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钱？母亲的理直气壮，歪理一大堆，让林医生都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母亲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但也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。待人接物不能说10分的好，也有5、6分，不会太差。今天他才知道母亲还有如此蛮横无理的一面。妈，林医生严肃地说道，我喝酒是我的个人行为，与小雅无关，还有小雅从来没有勾着我不放，也没有天天在我面前晃，是我死皮赖脸的纠缠不休，我向她表白，她就明着拒绝了我，一直都是我不要脸的纠缠她。妈，你怎么能跑去医院找小雅的麻烦？你让别人怎么想她？你居然还叫小雅搬走，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你凭什么叫人搬走？妈，你这不是心疼我，不是替我说话，你这是害我呀！妈的这些歪理，你以为别人会认可？人家只会说这个老太太如此的蛮不讲理，她的儿子肯定也是个无耻不讲理的人，怪不得曾医生拒绝了他的儿子。妈，我还要在这里混的，你这样坏了我的名声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你还跑去战氏集团找战月是不是？妈，你是真的嫌你儿子混得好吗？想让你儿子一无所有？战家的人虽然讲道理，但人家也护短。你这样辱骂小雅，战月准会算到我头上来。人家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我的诊所在管城开不下去，还有我的名声毁了，谁还会相信我的医术？妈，你这是害死我了呀！再者，从头到尾都是我追求小雅，是我多情，是我不要脸，妈怎么能怪到小雅头上？如此无耻不讲理的一面，我都不敢相信你是我妈。林母愣了愣，张嘴说道，战家那么有钱有势的，敢仗势欺人不成？现在不是网络发达吗？他们敢欺负你，你就发到网上去曝光他们的嘴脸，引导网友去网暴他们，就不怕他们不怕。他们那么有钱，更加的爱惜名声。现在的人都仇富，只要捅到网上去，他们失去的将会更多。说林母没有多少文化吧，他又知道现在的网络很可怕，一点小事情捅到网上去都能引来网暴。说他有文化吧，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不讲理的。林医生父子俩都看着林母，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。被丈夫和儿子这样看着，林母心虚的道，阿健，妈知道是妈不对，妈就是心疼你，才会一气之下走去找曾小雅的麻烦。她让你不好过，我也让她不好过。你就是我的底线，我当妈的要保护我的儿子。你的儿子就是人，人家的女儿就不是人了。若是小雅真的有错，对不起我，妈去替我指责她，辱骂她还说得过去。可是小雅有什么错？她没有错，妈去找她的麻烦就是妈的不讲理。下午妈就和我一起去医院，当面向小雅赔礼道歉。林医生算是明白自己输给战月的真正原因了，从来不是家世，不是颜值，甚至与能力无关，是他的母亲拖累了他。战月跟他说过，他母亲前几年生病住院，小雅因为是他的学妹，知道了他母亲住院就去探望一下，可是母亲却要求小雅请假在医院照顾他，说心疼他，舍不得他在医院守夜，却要小雅去守夜照顾，还说这是小雅应该做的。小雅不过是去探望的，母亲居然说那样的话。就算母亲误会小雅是他的女朋友，也不该向小雅提出那样的要求。母亲没有生养过小雅，生病了，凭什么让小雅请假照顾她？他是母亲的儿子，母亲住院，他身为儿子的才该尽到照顾的义务。孝心是需要他自己去表达去做到的，而不是外包给别人。我不去，我都骂了他，去道歉也不能收回我骂他的话。林母拒绝去医院向曾小雅赔礼道歉，你不是说替妈向她道歉了吗？你道歉了不就行了？林母小声嘀咕，干嘛还要妈去丢脸？林医生冷冷地道，妈也知道丢脸，知道丢脸你还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你就知道丢脸了。小雅被你冤枉，
辱骂，他就不丢脸吗？不明真相的人怎么想他？谣言传的是最快的，带给小雅的伤害是我们想不到的。妈，我说了，我和小雅的事不用你们管。我就是骂了他几句，他又不会掉块肉，能受到什么伤害？林母心虚地道，他其实知道自己不占理，他就是极恨曾小雅家世好，还能得到管城首富家的少爷喜欢。占家的少爷一下子就将他最得意的儿子比下去了，他不敢去找占月的麻烦，只能去找曾小雅的麻烦了。去占氏集团找占月，他是想去占月面前说曾小雅的坏话，不让曾小雅嫁入豪门的。妈，林医生加重了音量。林父也说道，老伴，我觉得你是该去向曾医生道歉，怎么说人家的二叔也教了咱们阿健很多，你这样对曾医生就是忘恩负义，传出去了，曾医生名声受损，阿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人家会说阿健忘恩负义，人品不行，医德不好，就会影响到阿健诊所的生意。你呀，这是想毁了咱们的儿子。林母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林医生失望地看着母亲，痛苦地道，我算是知道自己哪一点不如占家少爷了。人家占家那么有钱有势，占月的父母却没有看清过小雅，对小雅的态度极好。小雅去了占家，占家人没有排外，把她当成自家人看待。可是我的妈妈做了什么？我喝一次酒，妈就打着心疼我的旗号去找小雅的麻烦，这不是她的错，妈却容到她头上，居然还说出让小雅搬走的话。我有一个蛮不讲理的亲妈，以后谁敢嫁给我？脑袋没有被门家的女孩子都不会嫁给我。妈出了气，可却害惨了我。妈，你是不是嫉妒小雅得到占家少爷的喜欢？林母的脸色变了变，不说话。下午等小雅上班了，妈就去小雅的诊室当面向她赔礼道歉。林母小声说道，你去道歉不就行了，妈不去了。我再说一次，妈去不去道歉？林医生严肃地问着。林母委屈地道，我是为你出气，为了你好，你就这样对妈的，妈是心疼你。我不去道歉，骂他几句，他还能死不成？反正你和他也没有希望了，翻脸就翻脸了，我才不去道歉呢。林母一想到自己早上在医院骂得欢，下午却去当面赔礼道歉，就觉得丢脸至极，不想去。林医生没有再强逼母亲一定要去医院道歉，他起身就走，回房里收拾东西。林父林母听到动静，觉得不对劲，赶紧走进他的房间，看到他在收拾东西。林母连忙问着，阿健，你收拾东西去哪里？回乡下，这套房子我放到中介那里卖掉，诊所也关门不开了，我没有脸面再留在这里。二叔把我当成弟子看待，教了我那么多，帮我那么多，我却害了他的侄女儿。我做出这等忘恩负义之事，我哪里还有颜面留在这里？街坊们的口水都能将我淹了，都不用占月出手教训我。林父林母顿时就慌了，林母风一般上前阻拦儿子收拾东西，说话带上了哭腔。阿健，你疯了，你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回乡下做什么？林医生甩开母亲的手，继续收拾东西。我是没有脸留在这里的了，不回乡下去，我去哪里？我也没有脸再当医生，我回乡下去帮爸妈种田种地。林母又来阻拦他，哭道，咱们好不容易把你供出来，你回去种田种地，你想气死我们吗？妈，是你断了我的前程，是你毁了我。他嚎叫一声，往地上一坐，边拍大腿边哭自己的不容易。林医生无动于衷，眼看自己的哭喊没用，林母终于怕了，他哭道，我去道歉不行吗？